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1号，比特币为什么又跌了？比特币还会去 25K 吗？或者今天视频利用周线的两条均线以及日线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比特币的主力目前在计划什么？它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或者是包括日线以及4个小时里面的技术形态有哪一些知识重点值得我们认真去挖掘的？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日线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程序是没有给出交易的信号，我是看了一下，差不多可能有1个月多吧，快有2个月了。其实行情是这样子啊，从这个箱体开始就跟朋友们计划，有可能横向整理的时间至少要200天。它在这个位置现在的时间是多少天？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一根 K 线开始到今天，目前是75天，所以时间有可能判断是还不够啊。那最近短线的进攻，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要去留意一下这个高位 28.8K， 它能不能过是一个重点。如果不能过，那有可能还是在这一个大箱体里面来震荡，震荡尽量要观察高点压力不能追，有压回的话那能不能买？但是昨天又是收盘把这2根 K 线的开盘跟收盘 27.2K 收盘的时候给跌破，现在的话盘中又在这个下方里面来波动，那短线我们要怎么观察？有没有可能再去踩 25K？ 还有几个重点，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它的均线图，如果是左侧这个位置没买的话，你尽量再等压回，因为整个大长线杯柄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一个杯柄，它这边是在画柄，画柄有2个买点，一个是低档的位置，你尽量找一些支撑位，比如说这个 25K 到底会不会去，现在是看主力的心情，主力它要怎么洗，有没有可能洗到这个位置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个人感觉就这一个 26K 附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这个位置除了杯柄的一个下沿支撑的买点，昨天也是有聊到，还有一个点位就是它什么时候突破了这个趋势的时候，也就是日线里面很重要的这一条趋势线，其实感觉现在就是压在头上喘不过气来。什么时候能突破这个位置，或者是朋友们也可以等它这个箱体什么时候有效突破的时候，有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当然现在时间我个人是觉得还不够啊。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最近为什么不涨的原因，还有一个重点是这样子啊，就是日线里面它 KD 之前是在金叉，但是现在也是有一点死叉，最近感觉是主力有可能也是在利用一些事件，比如说这个低点出来之后有一个转折，就是美国那边债务危机现在是解决的话，有可能比特币是不是在计划下一步的一些事件？因为最近事件是很多，然后这2天的香港那边是不是出台了一些政策？不过之前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可以忽略不计啊。目前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欧美那边的一些事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下一次美国 CPI 公布的节点是在这个月的13号。是要公布 CPI， 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14号还有一个节点，就是这一次美国的利率到底会不会再加息，还是说到时候可能就不加息了。现在我们要看空间啊，所以有可能这一次主力也是利用一些事件拉到这个高位，但是上面有压力，如果是他在进攻的情况下，等到13号或者是14号，不管美联储那边加息或者是不加息，或者是 CPI 有没有可能再出利好，如果是在这个事件之前过了这个 28.8K 来到空间的高位，短线上有可能也是不利于下一步的进攻，有可能会跌得很深。所以我个人是在思考，短线我们就观察吧，主力这一次压回是不是也是在计划下一步的事件，就是美国的 CPI 13号以及14号的美联储那边的利率决议，不要去管整个中线，它是在空间的地道，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些支撑位，或者是破下沿的位置。我个人观点也是一样，前面是陷阱，有可能再破也会是陷阱，但是它为什么价格不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MACD 指标， MACD 指标目前还是在零轴的水下，之前是有跟大家讲过，这一波在4个小时里面的丝绸线
它是这个位置有一个箱体。其实很多指标都是一直在用啊，包括昨天聊到的那个丝绸线，它现在是全部没有走正，在周线里面，所以它不会大涨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4个小时的丝绸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位置穿过的位置，这边走平下去是在挖坑，然后走正，不是有跟大家讲，它不会复制今年1月初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走势。其实有一个重点要跟家人们聊一下，就是1月份这边不是也有一个箱体，它这边测了4次，然后挖坑也是同样，这个低点没有破这个低点，然后走正以后，后面是井喷大涨的行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次为什么前面跟大家讲它不会有大涨的行情，不会给我们带来大利润，所以低点的话也是在熬。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均线图，它这条蓝色的250均线目前还是压在头上。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里面这2条重要的均线图，它为什么价格不大涨？因为上方还有这一条灰色的100均线，下方又是20红色的这条均线。我个人估计就是因为上方这个均线目前还是压在头上，因为100周之前的成本目前还是在这个区间，所以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会不会箱体震荡拉长，然后这个绿色的标到底会不会在今年的10月份有没有可能去突破这一个灰色的这条均线。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一般如果是行情要大涨，像这种位置2020年的走势，它价格突破了这一个灰色的均线，甚至第一波上涨之后在这个区间有一个箱体震荡的区间，就是这一波上涨之后，这边感觉就是一个牛旗嘛，牛市的一个旗形在这边震荡，后面是会有黑天鹅事件挖坑，但是上去整个形态其实中线全部都是在飘旗子。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这边就是一根牛旗，它如果价格能在这个100均线的上方，或者是这一条红色均线的上方，这一个红色的均线20的一个均线必须要站在100均线的上方，有可能也是预示着比特币一波分流的行情就是要开启。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2015年比特币在底部筑底之前，它也是有一些反弹的一些走势，不断的在测试这一条20的一个均线图，测了3次，有可能整个20的均线就已经扭正。然后它在第一波上涨的这个位置，它也是遇到这一个100的均线压在上方，后面是整理了2到3周，这边过的话也不会继续马上大涨，也是继续压回，或者在这个区间整理了接近200多天，后面才开始上涨。所以现在的位置，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它还没有金叉这一个100的均线，有可能这个区间时间整理会不会拉长一段时间，到时候看是不是在10月份会不会突破这一个100的均线，然后上去有没有可能在上方继续洗盘一段时间，到明年的10月份到底会不会继续往上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我们的 YouTube。